日本和台委非常关注解放军 TB001大型无人侦察机的动态，他们的各种讨论分析啊，表现出深感恐惧，而且是打心里边他恨呐。那你说一个无人侦察机怎么会这么让他们感到害怕呢？因为它的出现的背后啊，可能就是摧枯拉朽的灭顶之灾。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 TB001 大家这都熟悉了，就是咱们的双尾蝎大型无人侦察机，它也叫 TW318，它的起飞重量有 3.2 吨，载重量可以达到 1.5 吨，飞行高度能够达到1万米。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长航时的飞行，滞空时间达到35小时，那飞出去个7、8千公里它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这么大的无人机它用于打击也是可以挂各种的弹药，最后变成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都没有问题，而且它的用途还非常的广泛。其中最主要的用途现在咱们用来是当做这个侦察机，它有非常强大的侦察和搜索功能，对地面对海面对空中能够进行有效的侦察和搜索能力非常的强大，就连日本的 F-15J 拿它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因为 TB001 的这航程太大了。F-15J 呢，有的时候它就是带个副油箱它都跟不上它，跟到最后它航程不够了，拿它是没办法。所以日本那边是打心里边恨死这个双尾蝎了，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双尾恶魔。那么我们看在4月份的我们环岛整个一个联合军演这个过程之中日本和台委地区非常关注 TB001 的动态，而且有很多的分析。就最近他们还在讨论它为什么说这个 TB001 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绕了台湾东部在里面飞来飞去呢？那么我们注意一下根据现在日本自卫队和台委那边公布的一些消息他们都是在给出的这个 TB001 大致的飞行轨迹图的时候都是从北纬22度这个点开始的。这北纬22在哪儿呢？我们注意一下，它正好是在宫古海峡这个地方。这宫古海峡就是北边就是冲绳嘛，往中间就空了这么一块，叫做宫古水道嘛。那再往下就是日本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其中这个与那国岛那离着台湾地区就非常的近了。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前出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么当然了，作为咱们的双尾蝎去绕台，台委那边紧张，那肯定也是了。但日本这边他就非常关心在这个区域我们双尾蝎的这种活动。你看日本这边，我们每次出去不管是空中还是海上，他们都会派各种力量随时的跟踪你，监控我们的状态，而且拍下各种照片。我们都说了嘛，日本自卫队都变成我们解放军的御用摄影师了，拍的水平还真是挺不错的。可是偏偏在这一次的环岛演习之中，我们发现日本自卫队他们在北纬22度以后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再发布我们双尾蝎的照片，很大可能是他没有拍到。他为什么呢？一个很有可能是我们采取了一些战术，或者说我们改进了双尾蝎的一些性能，它跟丢了。但更大的一种可能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航母在哪里？就在这个西边这个地方呢，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山东舰的舰载机歼15起到了一定的驱离作用，让 F-15J 没法再跟踪。可见我们山东舰的这个防空范围和这个警戒范围是有多大，能力有多强。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和台委为什么害怕这个双尾蝎。这第一，我们双尾蝎肯定是在做各种的侦察，而这种侦察出来的数据和信息，那就是将来作战的一手资料第二，我们注意一下，实际上我们的双尾蝎很可能也是在做对日本和台委的防空，在做这种侦察和试探，要看他们的一个什么反应。因为现在日本在宫古岛上部署了非常强大的 FPS-7 型的搜索和这个搜索雷达、对空雷达那么有可能在与那国岛上也会部署 FPS-3 的功能弱一点的这个雷达。那我们能掌握这个雷达的各种数据和信息，那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一点，我们看这个北纬22度就是宫古水道这一块的，我们频繁的出现各种这种侦察侦搜的活动，说明我们是要
打开这里的空中通道，空中通道一打开，你这海上通道也就打开了，就是宫古水道这一块，将来我们要出去。而且我们注意看一下啊，不久前我们2架轰六就是从这个位置出去的，然后又是回来的。走这个地方啊，那比走台湾岛南部这个巴士海峡那要是近多了呀。你近意味着什么？近就意味着你飞机的载弹量和你的航程和你可以进行的各种战术，那就更加的丰富，载弹量就更大，你的威力就更强啊。所以这一块，无论是我们要搞这种拒止作战，还是说我们要这个从台湾岛的不同的地方实施这个登陆作战，那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咽喉地区。第四，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公开的一种警告，没办法，我实力就这么强，我都摆明跟你说吧，将来我要是动手，我就是要走这边的。而且要告诉你日本的这个地方我是一定要打通的。你如果要是军事介入我们的统一之战的话，那你想想我怎么打通这个地方你周围的那些部署都在我的打击范围之内，给你带来的将会是摧枯拉朽的灭顶之灾。